哪里都没有莫里亚蒂的影子。我们这边也没找到。哼，以代理人的名义，如果那家伙还敢偷偷溜回来，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我想他应该暂时不会回来了。我快速检查了一遍方舟里所有可能成为出入口的地方，没有发现莫里亚蒂那种烟雾一样的色彩。它的特质很好记，我可以担保，这次不会看漏了。格蕾修的能力还真是方便可靠呀，还好我没做过非法入侵之类的亏心事，不然跟你站在一起肯定会心虚吧。可是据我观察，方舟里到处都有你进进出出留下的痕迹。啊，我明白了，是因为对维塔来说，趁我休眠的时候在这里到处乱逛，算不上亏心事吧？啊，格蕾修有时候还挺严厉的呢。我那也都是工作需要嘛，工作上的事有什么好亏心的呢？工作需要。总之，既然现在观测不到莫里亚蒂的存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他真的不在了？对那种坏蛋不用说的这么委婉啦，小仙菊，他就是死啦。既然是展品，说他坏了是不是更准确些？神用来灭世的能量可是相当强大，别说是他那样的数据体了，哪怕换成我上，也会在瞬间被烧个精光。这可不是吓唬你们啊！我不认为莫里亚蒂会毫无准备的徒劳赴死，这是出于情感的判断，也是理性下的分析。要么他真的还没有死，只是又用了什么障眼法；要么他确实死了，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活着，并还在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那还真是块甩不掉的膏药啊！而且是被维塔主动捡回来的膏药。对啊。不过，虽然令人在意，但当务之急也不是深究莫里亚蒂的计划。正如他在消失前对我们说的那样，所制造的灭世危机才是眼下最大的威胁。我们在考虑如何对抗梭的同时，适当提防着莫里亚蒂就可以了。否则，舍本逐末，我们恐怕很难有什么胜算。只是话虽如此，敌人的敌人可未必就是朋友，这一点还请大家牢记，不要落入他人的圈套。我同意浮华姐姐的看法，确实，只要能保护弗洛斯就好，我们会尽力帮忙的。不过，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按照维塔姐的说法，这里没有人能和那个叫梭的神明硬碰硬。必要的时候，或许可以使用那个形态，但仅靠这招，也无法弥补我们和梭之间在能量储备上的差距。而且万一，我想，我们可以先尽量寻找对方的弱点。弱点？对方虽然号称神明，却既没有干涉我们的行动，也没有干扰我们的思想。在过去的轮回中，他更是仅仅在受到圣物的召唤之后，才超然地降下洪水。或许是因为他有什么主观上的企图，或许是因为他被客观条件所制约。无论如何，在他直接展现力量之前，我们还有时间找到这个软肋。就像浮华姐姐家乡的武术那样，我们从她的弱点入手，4两拨千斤，对吧？没想到你还记得呢，格雷修。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我说过了，我只是个被困在糖果里的可怜投影而已，没办法帮上你们的忙哦。说到梭的弱点，你就没有任何头绪吗？那当然没有啦。我说过了，我跟创世神的关系可没多要好。你们不是都捡到我的报告书了吗？那么多重复劳动，全都丢到我一个人头上，哪有半点把我当人看的意思？可是在我们发现这些记录之前，你并没有打算开诚布公。更早些时候，关于方舟和博物馆之间的联系，你也要等到我们有所猜测之后才加以确认。你们没有问，我也没有想起来嘛。这颗星球上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我要是能全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没必要写什么书面报告了。再说了，这类事其实都是细枝末节，就算我不说，聪明的孵化大侦探早晚也能自己查出来。你能保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还没想起来的细枝末节了吗？你这要让我怎么保证啊？要是我能想起来我没想起来的事，
他们也就不可能处于我没想起来的状态了呀。再说，我就算信誓旦旦，你们也不会信嘛。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要是知道神的弱点，早就自己想办法摆脱它了，也用不着大费周章，如今还得跟你挤在一个投影通道里。创世神不可能把他的弱点暴露给我，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我根本没有接触那些的资格。既然不能指望你，我们就只能自己收集情报了。只是眼下能安全活动的区域只有方舟内部。啊，我想到一个好地方，那里可能有大家需要的东西。我的卧室。格雷修，这是什么大胆的玩笑吗？我还记得方舟坠毁的那一天，我就在自己的卧室里。那时我刚刚被系统的异常警报叫醒，还没来得及采取紧急措施，就因为某种外力陷入了昏迷。之后就是长达数千年的沉睡，直到不久前被浮华姐姐唤醒。也许是强制休眠的副作用，也许是缩对我做了什么，我现在很难回想起自己究竟是怎么被关起来的。不过唯独有一点可以确信，异常现象发生的那一刻，我人在卧室。我明白了，倘若就是缩引发了异常现象，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们目前唯一可以准确追溯到的由他亲自出手的记录。就是这样。事不宜迟，大家一起来吧。到了，就是这里。哇，格蕾修的卧室比想象中还大哎，而且收拾得很干净，比红的房间要干净多了。是吗？这房间至少也有1000多年没有收拾过了吧？那红的房间，就是比1000年没收拾过的房间还要乱了。你们真是的，别说那么夸张啊。不过，总觉得这里好像……怎么了，子？你感觉到了什么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有些违和。的确，这房间的装潢风格和弗洛斯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如果同样风格的房间出现在弗洛斯，我肯定也会感到非常疑惑。但这里是禁地内部，本来就是小 V 他们无法进入的区域，在这里见到没见过的装潢，理应不会使人在直觉上感到违和。不如说，应该是反过来的。子，你会觉得不对劲，是因为这里的风格不够陌生，对吗？这么一说，好像隐隐约约是这个感觉。来，不愧是你，连这都可以推理出来吗？不是推理，我只是提前猜到了答案。或者说，我和你也有一样的感觉。而且，一直躲在边上偷瞄的青，也是这么想的吧？确实。可我们都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所以我本以为这只是我的错觉。呀，大家在聊什么呢？维塔姐姐，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奇怪的问题。这样可不行哦，参观女孩子的卧室还用奇怪这种形容词，格蕾修会哭的吧？对不起，格蕾修姐姐，我补偿你1颗糖，好不好？我倒也没介意。你就收下他的一片好意吧。我也挺想念这种糖果的味道呢，只可惜现在没法尝到。维塔姐姐，没关系，大家齐心协力把神明的弱点找出来，完美的解决掉这次的事件吧。到时候我就能回弗洛斯和你们团聚了。怎么了，浮华？我没说什么不对劲的话吧？没有，我们还是搜查线索吧。这是格蕾修的储物柜。
最外面的颜料罐和里层的颜料罐之间有一截距离，被人特意取出来过。是葛磊修自己吗？不过，这几罐颜料的颜色……上面没有摆画，是因为出事的那天，葛磊修没有画画。不对，我记得葛磊修经常画画，所以习惯把画板留在架子上。就算画布用完了，画板也应该还留着。是被人特意拿走了。不通过画布，葛磊修直接把颜料涂在了画板上，而且线条完全构不成形状，颜色也是一团糟。这真的是葛磊修留下的吗？这块屏幕样式和方舟里的其他屏幕有些微妙的不同，材质也不一样。这是什么材料？这个标志不就是……调查的差不多了，去看看其他人有什么发现吧。到底是什么呢？快看，紫、绿，这里居然有棵数千年也不会枯死的盆栽。那只是假的植物而已吧？道理是这样了，不过最早想出这套工艺的人一定很浪漫。它的材质是一种布料吗？还真是有趣。怎么，你不好奇吗，紫？啊，他还在烦恼之前的问题。兰，你这样是在影响他思考。抱歉。不过，我也开始有类似的感觉了，总觉得这里有点熟悉，但又说不上来。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兰？我们刚刚恢复了关于其他轮回的记忆，同时又失去了最后一个轮回的记忆，这是否会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一些紊乱？我不确定，构造思维和记忆的原理太过高深了。也许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那边的盆栽上得到一些灵感。你们瞧，我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人造植物的形状、颜色和特性，但是我无法追溯它的加工细节，更不可能知道它出自何人之手。假如记忆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兰，你在说什么？只是一点猜测，而且对现状帮助不大。没什么。干什么呢，红？啊，你手上这是书啊？红，你居然在看书？怎么了嘛？至于那么吃惊吗？当然吃惊了。我记得你几乎从来不看书啊。就算现在大家拼凑起了好多个轮回里的记忆，把那些记忆里红认真看书的次数全部加起来，还是用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得过来。那不一样嘛。我们现在不是在帮浮华和葛磊修寻找线索吗？那当然得努力搜查，容不得马虎。真的只是这样吗？而且这里的书比起小绿编的那些厚厚的规则集，还有小紫在庆典上念的那种长诗，都要有意思的多了。那是什么书呢？乌龟和兔子，狼和小羊，
狼来了。这是动物种类图鉴吗？不是啦，哎，你直接来看吧，看了就懂了。哎，别扯我。格雷修姐姐，你还好吧？你的脸色不大对，是头晕吗？我没事，不用担心。上次回到这里，还是在来到这颗星球以前呢。如果我能回忆起那时候发生了什么，那么久以前的事，记不清也正常了。格雷修姐姐别太勉强自己了。不，我还有那边的浮华姐姐，我们的身体与普通人不同，原本就能将记忆维持更长的时间。虽然不至于什么事情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但哪怕几万年前的某些情境，我也不可能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偏偏就是与缩近距离接触的那一小段时间，我的记忆，这恐怕与时间流逝没有太大关系。也许缩有什么歪曲认知的手段，又或者他对我发起过某种精神攻击。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他在物理意义上给我的脑袋施加了重重一击，造成了失忆。听上去还真粗暴啊。格雷修姐姐，你之前在自己的房间里遭遇袭击，现在好不容易回来，又不得不逼着自己去回忆那段经历，这样也太辛苦了。要不还是先放松一下，像以前一样，找个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坐一会儿，摸摸熟悉的盆栽，抱抱熟悉的枕头，这样或许有助于唤醒记忆，而且也不会产生太大压力。我没事，而且我以前也没有依赖盆栽和枕头的习惯。等等，习惯？格雷修姐姐，确实，按我的习惯，在被未知强敌袭击的时候，首先会去依赖的东西，我的能力。看起来大家都充分调查过了，辛苦了，辛苦了。除了维塔姐姐，剩下的人全都认真搜索了一遍呢。小本相，你还是老样子，对姐姐也不留情面呢。姐姐也是没办法嘛，要是这颗糖能长出手脚，姐姐肯定不会忍心在你们忙碌的时候袖手旁观哦。听上去有点瘆人了。时间有限，我们尽快同步结论吧。先从我说起，多亏了小程的提示，我总算回想起来了。人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总会有相对固定的下意识反应。虽然记忆模糊，我或许可以通过自己的习惯还原出当时发生了什么。在漫长的星际旅途里，我用色彩的形式记录下了许多见闻和感悟，因为我的能力就是辨识事物本质的色彩。同样，面对突然袭来的未知危机，我的第一反应自然也是去辨识危机的色彩。所以在遭遇缩袭击的那一瞬间，我想必会尽全力去感知袭击我的力量拥有什么样的色彩，并试图把它记录下来。难道就是我发现的那块画板？没错，因为情况紧急，我那时候甚至没来得及铺上新的画布，刚刚完成色彩记录，我就被某种外力击昏了。那么这团乱糟糟的颜色就是缩的颜色？总感觉好混乱啊。确实很混乱，因为这其实是一份未完成的色彩记录。如果我真的能清楚描绘下缩的色彩，那就说明我已经彻底看透了缩的本质，事情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份记录只是一种情急之中对色彩产生的感觉而已。我粗略地描绘下了缩攻击我的时候我自己的第一印象，我没能参透隐藏在这种印象下的本质是什么。当时如此，现在也一样。所以这条线索到这里也就断了？不，这份色彩记录
从刚才开始，天空中隐隐浮现的阴影，那是梭的一部分肢体。莫里亚蒂也提到过这一点。我也思考过，有没有可能通过观测那些分支来获取有关梭的情报。所以我目不转睛地盯住莫里亚蒂，观察了他触碰光柱的瞬间。有什么发现吗？很遗憾，莫里亚蒂的投影太过脆弱，和梭产生联系的时间十分短暂，我没有办法从中分析出什么。但尽管如此，当时的那种颜色和这份色彩记录的确非常相似。哦，不过这两种色彩虽然相似，却在细节上又明显有点微妙的差异。具体是什么，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都过去那么久了，创世神稍稍改变了一下自己的造型，那也很正常嘛。还是来说说我们的发现吧，是我们几个一直能感受到的既视感。按照弗罗斯的守则，我们之前没有机会进入方舟，可是大家又都觉得这里有些熟悉。总觉得是不是以前在哪里见过。也许我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你们对这个房间存在既视感，多半是因为在每一个轮回的开始，你们就诞生于此。我们诞生在禁地里。的确，方舟是唯一一个不受洪水影响的地方，自然也是唯一一个可以重置我们的庇护所了。不过，傅华，你能拿出更具体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猜想吗？先觉，当然有。这就和你们的姐姐，这位大一点的维塔有关了。啊，又是我？因为你还是不愿意主动分享信息。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显示屏不对劲，和我驾驶方舟时相比，样式被改过了。有什么人在你陷入沉睡之后改装过这里的系统，让它能适应新的功能，而操作这一切的人，这是你的标志吧，维塔？哎呀，被发现了。不如说，这就是你故意留下的标记。另外，这房间显然定期有人打扫，才会经过了上千年还如此整洁。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场所里积满灰尘嘛。你也看过格蕾修房间里的故事书，某些属于我们文明的故事本不该在你的知识范围内，但你却能把它们改头换面，讲出似是而非的版本。谁让等待重置的时候那么闲呢？我总得打发时间吧。看来这甚至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对格蕾修那么了解。借用了人家的卧室，多少也得熟悉一下卧室的主人，否则未免太绝情了。而且，和之前一样，你不打算主动提示，却也并不试图隐瞒这一切，甚至故意想被我们发现。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说出来？就当是和浮华大侦探玩的一点小游戏嘛。怎么，不可以吗？他到底是恶劣性格使然故意旁观，还是受到某种制约无法宣之于口？看来目前阶段是得不到答案了。好啦，虽然小游戏的目的是什么我不能说，但没错，每次旧的轮回结束，新的轮回开始之际，小 V 他们就是在这里被重新唤醒的。而每次可怜的 Vita 我都要负责把大家从大洪水的废墟里捞起来，擦干净，重置记忆。这份工作可辛苦了，要是没有我，大家就得一直在水里面泡着了。维塔姐姐，那给我们植入守则，带我们回到弗洛斯的也是维塔姐。是啊，小绿行你尤其乖巧呢，每次都是最早听懂我指示的 Vita 之一。啊，当然运势也很棒呢，记得有一次就是你帮我拉住了掉队的小一心。是大家说的创世神命令维塔姐这样做的吗？谁让我们都是他的实验品呢？所以，方舟就是小 V 他们最初的诞生地。不过，这恐怕和创世神的弱点没有关系啊。
毕竟他从来不会亲自下场处理这种细枝末节的事，都是委派我来做。你们再研究，也只能研究到我头上了。而另一方面，就像婴儿一样，小 V 他们也不曾拥有自己每次诞生时的记忆，就算经我之口说出来，也没有什么真实感吧？不对。哦，虽然哪怕听 Vita 姐说了，我们也确实回忆不起那段经历，但既然还有既视感，那是不是就说明大家在潜意识里还是能察觉到什么呢？对啊，那我们要不要带着既视感重新搜查一遍方舟？没准能发现什么之前没注意到的东西。可是，的确，这是个好主意。拜托大家了，这件事只能交给你们。不过记得不要走太远，如果又遇到敌人，不要蛮干，第一时间回来向我们报告。那当然，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好了，现在你总可以多说两句了吧，Vita。哎呀，别把人家说的像性格顽劣的坏女人一样嘛。好了好了，不逗你们了。你帮我支开了小 Vita， 我也该帮你解开疑惑。没错没错，这才叫礼尚往来。让我猜猜，你想问的是关于颜色的问题吗？格雷修，你说吧。我刚才对比了画板上留下的色彩，以及刚才光柱吞噬莫里亚蒂时的色彩。虽然这两种色彩都非常混沌深邃，但相较而言，如今的缩变得更纯粹了。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在这几千年里，从所谓创世神的身上被抽走了。被抽走的杂色，是不是刚好有7种？倒是不止7种。浮华姐姐，你的意思是？你来看，红橙黄绿青蓝紫，这应该不是你画画的习惯吧？我没有这种习惯，而且调色的时候，这样也意义不大。毕竟颜料的原色只有3种，把这7种颜色并列，不像是艺术家的习惯，而更像是科学家的习惯。准确地说，是生活在太阳系里，眼睛恰好拥有3种视锥细胞的科学家才会有的习惯。因为对我们来说，太阳光刚好是7色的嘛。果然都被你发现了，孵化大侦探。对，创世神和我就是在这里得到启发，创造了7个小 Vita。不过，你是怎么注意到的？那些颜料算不上什么证据吧？我只是觉得凡事必然有一个开始。你只说自己负责在每次大洪水结束后捞出小 V 他们，但是第一次呢？小 V 他们第一次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发生过大洪水，你特地避开那一次的情况不谈，这背后应该还有玄机。是啊，你们现在看着那种抽象的光柱，没办法想象创世神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吧？其实他也有像我们一样的时候。当然，那即使对我来说，也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长话短说吧，为了聚集能量，创世神在漫长的时光里不断改进自我，抛弃无用的结构，优化自身的效率。而7个小 Vita 就是某次身体优化的副产物。这么说也不够客观，或许他当时也有别的目的。反正他又不会告诉我，我也不好说了。副产物。而启发他的人，的确就是你哦，格雷修。抓到方舟和你之后，创世神注意到了你分析色彩的能力。你能凭借这种直觉，将事物的本质一条条看清楚。于是，创世神联想到，自己也可以把情感、道德这类抽象的概念，像杂色一样分离出去。当然，他大概早就有这种想法了，只是在你的颜料架子上得到了具体做法的灵感。总之，那之后他正式舍弃了自身冗余的美德，然后就轮到我出马了。创世神只不过是机械性地分离了自己的美德，他赋予这些杂色权限，然后命令我把它们制成管理城市的傀儡，类似乐园宿卫那样。可美感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所以我按照光谱把这些权限分成一心、本相、运序、律行和光、先觉、调谐，再塑形成现在这副可可爱爱的模样。你不希望小 V 他们听到这些，是担心？啊，我可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有点害羞而已。这不就好像是在向孩子细致的解释他们是怎么来的吗？而且还是当着格蕾修的面。灵感来自格蕾修，塑形来自我。这样想，小 V 他们不就相当于是我和格蕾修的作品了吗？这下倒是搞清楚了小 V 他们的由来。虽然 V 塔坚持表示这和梭的弱点并无关系，但是总觉得我们忽略了什么。看到了吗？云层之上隐约的巨物，那就是它的分支。真臃肿啊！我尝试过许多接近他们的方法，但很遗憾，那里似乎覆盖着凌驾于这颗行星的规则。我甚至想方设法飞上了高空，但由于缺少特定的权限，依然无法触其分毫。如果小 V 他是从梭身上分离出来的，那么他们的权限，是的，是权限。啊！既然代理人的权限和创世神的权限有重合之处，那么，或许可以借用我们的权限来反制创世神，是这样吗？这次，我们可能真的能找到创世神的弱点了。傅华，还有维塔姐。